今天我们来聊聊膝盖退化的大逆转故事。许多人一听到退化性关节炎，就以为年纪到了，软骨也磨光了，除了开刀换人工关节或打一堆针，别无他法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只要3天，不用开刀，不用打针，就能让退化的膝盖重获新生，你相信吗？40岁以上的朋友，只要膝盖一痛，去医院照 X 光，常常就被医生宣判膝关节退化咯。X 光片上看见软骨变薄，医生就会说这是年纪大导致的磨损，没有办法逆转。但有骨科名医跳出来指出，退化性膝关节炎其实不是退化，而是摩擦。这位骨科医师名叫吕少瑞，他发现大多数所谓膝关节退化的病人，其实膝盖并没有重大外伤，他们的软骨为什么会磨损？原来秘密藏在膝盖里有一小片组织，叫做内侧滑膜皱壁。年轻时这块皱壁柔软平滑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每天膝盖弯曲无数次，皱壁反复摩擦膝关节内侧，就像一根细砂纸，年复一年把软骨慢慢磨薄了。所以很多人的膝盖痛其实不是单纯老化，而是常年使用不当产生的摩擦伤害。知道了原因，就有了对策，那就是减少摩擦，增加膝关节稳定度，软骨就不会继续快速磨损。吕医师设计了3招简单的护膝运动，来提高膝关节的稳定和灵活，减轻皱壁摩擦对软骨的破坏。我们稍后会讲到这3个动作。除了摩擦这个机械因素，还有一个更阴险的元凶在破坏我们的关节，那就是慢性发炎。骨科权威蔡凯宙医师直言，所谓关节退化，其实是身体被发炎反应拖垮，而发炎的头号帮凶就是糖分。他甚至形容关节炎就是关节被糖化了，吃太多糖就是在把自己的膝盖拿去卤。这听起来很惊人，但一点也不夸张。为什么糖会伤害关节呢？原来当我们吃大量含糖食物，血糖居高不下时，多余的糖分会和蛋白质结合，产生所谓的糖化中产物，在关节里乱粘乱贴，让软骨组织变脆发炎。简单说，糖会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好像被糖渍一样失去原有的弹性。难怪喜爱甜食又常喝含糖饮料的人，身体容易处于发炎状态，关节也坏得特别快。除了糖，还有什么会让关节加速退化呢？例如抽烟会让骨细胞缺氧而提前死亡，喝酒过量会全身发炎，关节也跟着受害。体重过重的人膝盖负担大，每走一步膝关节都要承受几倍于体重的压力，难免磨损更严重。而且肥胖往往和高糖饮食连在一起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更糟的是，很多人膝盖一痛就不敢动，长期少动反而让肌肉越来越无力，关节更不稳定，软骨更容易受伤。研究指出，关节若连续1周不动，里面的软骨就开始出现破坏性变化。也就是说，不活动才是真正让关节退化的原因之一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开始明白，膝关节退化其实不是一条不可逆的单行道。我们的身体远比想象中有修复能力，只要减少那些让关节受损的因素，同时给予正确的保养，软骨是有机会再生的。医生指出，如果降低身体的慢性发炎，再加上运动刺激，关节滑液和营养进入软骨，的确能帮助软骨慢慢修复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骨科名医们总结出几个关键原则，分别是减糖抗发炎、间歇断食促修复，以及适当运动强化肌力。有些人严格执行这些方法，短短几周就让膝盖疼痛大幅缓解，甚至取消了开刀计划。现在我们就用3天时间来启动你的膝关节治愈力。第一天，全面戒糖，熄灭关节的火。第一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关节里的火浇熄，停止对软骨的伤害。这里说的火指的是发炎，而燃料正是糖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彻底戒糖，不只是指不加糖的饮料，而是所有含高糖的食物通通先不碰。蛋糕、饼干、冰淇淋、含糖饮料，甚至含糖量高的水果都先暂时不碰。一整天控制血糖在稳定的低水平，关节就会开始慢慢冷却下来。很多人戒糖1-2天后，会发现膝盖莫名的比较不肿，不那么僵硬了，因为过去关节积累的发炎反应，随着血糖降低开始缓解。我们也要戒掉精致淀粉，像白面条、白面包、白饭等，
因为它们在体内很快转成葡萄糖，也会推高发炎。若想吃淀粉，建议少量糙米或地瓜等，升糖比较慢。除了戒掉坏东西，第一天你还可以主动补充一些消炎好物，例如多喝水，帮助代谢废物。可以以无糖的茶饮代替含糖饮料，比如桑叶茶就是很好的选择，能帮助控制血糖。还可以在烹调中加点姜和蒜，这2个天然调味料有助于抗发炎。必要的油脂不用怕，像橄榄油、椰子油适量摄取，反而能增加饱足感，让你不会一直想吃甜食。第一天可能会有点辛苦，如果你平时糖吃很多，突然停糖，可能觉得疲倦没精神，但请撑住，身体正在适应没有糖的日子，同时你的膝关节却在暗暗欢呼，因为炎症的火苗正在减弱。到了第一天结束时，你或许会发现膝盖没有昨天那么紧绷疼痛了。如果有这种变化，别怀疑，那就是戒糖的功劳。第二天启动断食修复机制，过了一天无糖生活，身体的发炎指数正往下降。第二天我们要进一步启动身体强大的自我修复系统。怎么做呢？答案是间歇性断食，也就是说，在一天里我们留出一段较长时间不进食，让身体把能量拿去做清理和修补，而不是忙着消化食物。具体来说，今天试试看16小时不进食，只在8小时的时段内吃东西。例如前一天晚上7点吃完晚餐后，第二天早上不吃早餐，撑到11点或中午再吃第一餐。这样从昨晚7点到隔天11点，大约16个小时，中间都让肠胃休息。当然，如果平常都有吃早餐的人，可以循序渐进，先尝试14小时不进食，再慢慢延长。间歇断食有什么好处？当我们处在空腹状态时，血糖和胰岛素维持在低水平，身体会分泌生长激素和其他修复因子，开始回收利用坏掉的细胞零件，进行大扫除。这就是所谓自噬作用，可以清理关节中的发炎物质，促进组织再生。简单说，断食就像给身体一个休息、维修的时间，专心修补受损的膝关节。断食期间，你的膝盖也在抓紧这宝贵的维修时间。当发炎物质减少，软骨细胞就有机会慢慢进行重建。当然，断食并不代表全天不吃饭，该吃的营养还是要吃，只是集中在2餐解决，而且要吃得聪明。第二天的饮食重点是多给关节好的原料和养分。第一餐可以来一碗热乎乎的骨头汤或牛尾汤，补充胶质和矿物质。民间偏方中，猪脚冻和鸡脚汤等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，这时候也派上用场。别担心这些有胶质的东西吃了没用，医生说只要身体有在修复，这些胶原蛋白就能用来重建软骨。另外，木耳和海带等滑溜溜的食材也富含胶质，适量食用对关节有益。除了胶原蛋白，我们还要抗发炎的食材一起上阵。各种深色蔬菜和菇类提供植化素和纤维，有助降低发炎。好的蛋白质不可少，可以吃鱼、蛋或适量瘦肉，让修复有足够材料。还有好的油脂，像酪梨、坚果、初榨橄榄油都提供必要的欧米伽3脂肪酸和维生素 E， 有抗氧化、抗发炎的作用。相反的，含糖的食物第二天依然要避开，尤其是含果糖高的加工食品和饮料。很多果汁、蜂蜜、糖浆都富含果糖，而果糖是只有肝脏能代谢的糖，容易触发炎，也特别伤软骨。所以像蛋糕、甜点、含糖饮料依然免谈，精致淀粉类也请节制。白面条、白面包就先不吃了，以免让血糖飙升，破坏我们辛苦建立的低发炎状态。到了第二天结束时，你的身体已经明显跟前2天不一样了。膝盖经过2天的低糖饮食和断食休养，很多人会感觉疼痛减轻，走路比较灵活。有些原本上下楼梯作响的膝盖，声音也变小了，因为关节腔的发炎与积液减少，润滑变好了。这才2天而已，就已经有起色。接下来第3天，我们要开始主动强化膝关节。第3天，关节重启动，多动才能不痛。经过前面2天的调理，第3天我们要来让膝盖动起来。俗话说，人越动越灵，不动就生锈，关节也是如此，长期不动反而退化更快。
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滑液循环，强化支撑膝盖的肌肉，减轻软骨所承受的压力。很多人担心运动会磨损软骨，但只要选对方式，不但不会加重退化，反而可能帮助逆转退化。第3天，我们要做的不是激烈运动，而是3个简单的护膝动作。这3招由名医们亲自传授，安全有效，谁都能在家做。第一个动作是股四头肌强化练习，也就是直腿抬高这个动作。平躺在床上或瑜伽垫上，一腿伸直抬高约45度，保持几秒再放下，左右脚各做10下。这能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，帮助稳定膝关节。第二个动作是抱膝运动，平躺时一只脚弯曲，用双手轻轻抱住膝盖往胸口方向拉，拉到有点紧就停住5秒，再放下换脚，左右腿各抱膝10次。这个动作可以伸展膝关节周围的筋腱，增加活动度，让关节滑液更均匀地滋润软骨。第3个动作是压膝运动，做法很简单，平躺或坐在床上，双腿伸直，在膝盖下方垫一条小毛巾，然后用膝盖用力下压毛巾，同时绷紧大腿肌肉，维持5秒后放松，如此反复10下。这个动作能强化大腿肌肉，训练膝关节完全伸直的控制力，让你走路更稳，膝盖不再卡卡作响。以上3个动作不需要特殊器材，也几乎不会让膝盖承受太大负荷，所以连退化较严重的长者也能尝试。重点在于动作要轻柔稳定，不要求快，不用勉强做到剧痛。每天花个10分钟做完这套护膝操，你会发现膝盖一天比一天有力，活动角度也逐渐增加。除了这3招之外，如果你的膝盖情况允许，第3天可以尝试一些低冲击的有氧运动，例如平地快走15分钟，或坐在椅子上做踩自行车的动作。这类温和运动能促进腿部血液循环，把更多氧气和养分送进关节。当然，运动量要量力而为，如果某些动作引发疼痛明显增加，就先暂停。很多人前3天坚持下来，会惊讶于自己的膝盖仿佛活过来了，原本僵硬肿胀的感觉减轻许多，腿部肌肉变得有力，走路上下楼也比较不吃力。短短3天，你其实已经踏出了逆转退化的一大步。这时候，你的关节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比起3天前，发炎减少了，肌肉增强了，活动度提升了。当然，严重磨损的软骨不可能3天就长回来，我们也不是说3天就能让80岁的膝盖变18岁，但是透过这3天，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身体确实有自我修复的潜力，而且改善往往就在短短几天内出现。这代表只要继续按照这个方法做下去，未来几周几个月，你的膝盖状况会越来越好，说不定真的可以不开刀不打针，一样恢复行动自如。很多退化性关节炎患者原本每隔几个月就要打玻尿酸或类固醇针，一痛就得吃止痛药，但那些方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。而我们这3天做的是治本之道，把造成关节退化的根源找出来，一一消除，再帮身体恢复平衡和力量。虽然不能说这方法能让每个人都完全逆转关节老化，但即使不得不开刀，手术成功率和复原也会因为你有了好习惯而更好。究竟有哪些坏习惯是关节退化的元凶呢？有复健科医师总结出5大膝盖伤害习惯，千万要避免，别等走不动了才后悔。第一，长时间深蹲或跪坐，这种姿势会让膝关节处在过度弯曲的状态，内侧皱壁摩擦更剧烈，软骨承受的压力也很大，大大加速磨损。很多长辈喜欢蹲着整理花园或跪地擦地板，一不小心就伤了膝盖，建议避免长时间维持这种姿势。如果一定要蹲跪，记得中途起身活动一下，减轻关节负荷。第二，总是久坐不起。现代人久坐办公或窝在沙发的情况很普遍，长时间不动让膝盖周围肌肉变弱，关节滑液循环变差，导致软骨缺乏滋养而退化。记得每坐1小时就起来走动几分钟，活动活动膝盖，才不会让关节闷坏了。第三，过度爬楼爬山却缺乏保护。爬楼梯或登山时，膝关节弯曲负重，如果肌肉力量不足或姿势不对，很容易让膝盖受伤，尤其是下楼或下山时冲击更大。
平常没有锻炼就突然猛爬高楼或山路，膝盖压力会非常惊人。建议上下楼梯时扶好扶手，放慢速度。有膝痛困扰的人尽量少爬楼，多利用电梯。登山则务必加强腿部肌力训练，穿戴护膝并使用登山杖减轻冲击。第四，穿不适合的鞋子。很多女性长期穿高跟鞋，膝关节受力，位置异常，容易加速退化。鞋底太硬或太薄也不好，走路时传导到膝盖的震动更大。平常应选择具有缓冲减震效果的舒适鞋，减少膝盖所承受的负担。第五，轻忽膝盖的小伤不治疗。许多人膝关节曾经受过伤，例如韧带拉伤或半月板受损，但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没有彻底治疗，结果留下慢性发炎的隐患，日后关节更容易退化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如果膝盖有受伤疼痛，及早休息冰敷，必要时寻求医生或物理治疗协助，别让小伤变成大问题。有位医生分享过他的亲身经历，一位病人本来准备换人工膝关节，但在等手术期间开始照着做饮食控制和复健运动。3个月后，这位病人的膝盖居然不痛了，走路恢复顺畅。最后医生评估发现可以不必开刀。类似的例子越来越多，现代医学也慢慢发现，关节退化并非不可逆转，只要方法正确，我们的身体拥有难以置信的自我修复能力，只是以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启动它。在这3天里，我们其实做了3件关键的事。第一，拿掉了伤害关节的因素，例如过多的糖分和不良生活习惯。第二，提供关节修复所需的时间和原料，透过断食让身体休息，并摄取有益关节的营养食物。第三，强化了膝盖周围的支撑系统，借由运动锻炼增强肌肉来稳定关节。这3管齐下，让你的膝盖从原本不断恶化开始逐渐好转。3天只是个开始，但已足以证明不开刀不打针，靠自己也能改善关节退化。接下来只要你愿意把这3天养成的好习惯持续下去，不管是1周、2周还是1个月，你的膝盖都可能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到那时，你会庆幸自己选择相信了身体，给了自己机会。逆转关节退化并不是天方夜谭。想象一下，未来有一天，你的膝盖不再卡卡作响，上下楼梯健步如飞，散步逛街再也不用频频坐下休息。别人问你怎么保养的，你笑着说靠自己，因为你知道3天的起点带来的是全新的生活方式，是身体治愈力的苏醒。有了这份自信和实践，你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膝盖，还掌握了健康的主导权。所以别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下一针或下一刀上了，现在就开始行动，给自己3天时间，好好善待你的关节。或许你会发现，身体比你想的更愿意配合。当膝盖不再疼痛，你可以重新去追求喜欢的活动，享受没有束缚的生活。这种收获绝对比任何治疗都珍贵。不开刀不打针，逆转关节退化，3天起步，试试看吧，让你的膝盖重新充满活力，轻松走路，自在跑跳，找回多年未有的轻松感。你的膝盖将感谢现在努力的你。